大家好，我叫阿德，超爱台湾的荷兰人。每个人到欧洲的原因不一样，有的人是念书，有人是为了工作，他们要出差，或他们要工作1年2年，有的人是为了陪他老婆或老公。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，我这个 video 会对你有帮助，因为我要跟你们讲的是，你们要来欧洲一些一定要注意的事情。我第一个要跟你们讲的是最重要的，是安全，因为欧洲的治安不是那么好，没有台湾或中国好。那当然，你们会说啊，你说欧洲有坏人，那我们中国也有坏人，我们台湾也有坏人，但是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这里比较乱，比较杂，有很多种人，做很多种国家都来了，当然也有好，当然也有坏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真的，这里的治安，尤其是晚上，不是很好，所以你晚上出去，最好不要一个人出去，然后要避免那些小巷子。你不要觉得说，嘿，我这样子走，这种小巷子这样子过去，哇，1分钟我就到了。哦，我要这样子绕，要3分钟、4分钟我才到了。跟你们讲，我建议你绕点路，会对比较安全，而且你不要留太久的地方是火车站。欧洲每一个大城市的火车站，最好不要留太久了，因为那边坏人最多的，会盯你的人最多的。那哪些坏人很厉害？他们超级有经验的，他们一看就知道，哦，你不是当地的亚洲人啊，你是游客，然后他就会追你。然后当你一个地方，可能你在吃饭，可能在做别的事情，你在聊天，你没有注意你旁边的东西，那他就拿你的东西。那所以那个你一定要非常的注意。但是基本上欧洲是蛮安全的，所以你不要现在很害怕，你就是要小心。好，那你到了欧洲，那你怎么去别的地方？那有人是开车，非常好，我真的建议你开车。但是每个国家有不同的交通规矩，我也不知道欧洲每一个交通规矩，因为我也没去过欧洲所有的国家，所以最好你先 Google 一下啊，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交通规矩。基本上很多规矩是跟台湾一样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你开车一定要开右边。你在讲废话，不开右边，我们去英国才开左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你在高速公路上，你要开右边的车道，左边的车道是给超车的人用的，或开得非常快的人。在德国，人家180、200很正常，所以你一有机会要到右边去了，不然的话你被罚。但是我知道德国跟比利时很多人有那种习惯，他们看到卡车很远1公里已经看到卡车在那边，他们已经切到左边去了，然后就继续开。荷兰是不可以做的，荷兰开右边，开到快到卡车切到左边去了，超那台卡车，然后到右边去了。而且你到欧洲之前，你要先看一下你去的国家，你的驾照能不能用，或者你要换国际驾照，你先 Google 一下。在欧洲开车，基本上我觉得是蛮好的，但是唯一的不好的是，那个油钱很贵，加油很贵，尤其是高速公路旁边加油是最贵的。
所以我建议大家，你要加油，要到附近的小镇或一个城市，你在那边加油，或者你住的地方，你的饭店或你的房子，你先在那个地方加油，或者你可以等，那你等你回家，在那个地方加油。但是如果你住比利时或德国，加油会比较便宜。荷兰很贵，你住荷兰，然后你住德国、比利时旁边，你去那些国家加油。如果你一定要加油，你没得选，那你还是要在荷兰加油，不要在高速公路旁边加油，真的太贵了。你到了英国要注意，车子是开左边，方向盘在车子的右边。我从小我就知道，在英国他们是这样开车，好 ，OK。但是到了英国，我做了什么？我小时候，父母、老师都有教我们，你要过路，你一定要先看左边，然后看右边，再看一次左边，没有车，好了，我过路。在英国，我也是这样做。好，我要过路，注意安全哦。左边、右边、左边，突然右边有车子来了，差点撞到我了，差点。如果真的撞到我了，我也不会现在站在这里跟你们讲的这些事情。所以到了英国要注意这个，要习惯。在欧洲现在很流行的是电动脚踏车，还有滑板车，那两个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他们都没有声音，然后骑得非常的快。很奇怪的是，很多地方只有行人可以走，有一些地方行人跟脚踏车都可以进去，你要注意旁边写什么。但是摩托车不能进去，但是很多电动脚踏车跟摩托车的速度是差不多，现在有甚至到50公里的电动脚踏车，很恐怖，他们就可以进去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这里还有进步，而且有的人就会讲一下他们有过，或他们会就一个铃铛，他们就会叮叮一下说他们有过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。他们会觉得，那你自己没有注意你的后面，那你自己笨，所以你还是要跟前面讲的一样，你要注意你的安全。然后你到欧洲，你当然你也会肚子饿 ，OK， 你可以去餐厅吃饭，但是最近这几年餐厅的价格涨了很快。之前我在德国可以吃个猪排，10块钱到14块钱都有了。而且还有薯条，还有一个沙拉，但是现在15块、18块、20块，所以涨了很多。我们现在也没有常常去外面吃饭，我们都会在超市里面买，自己煮饭。在欧洲，你不一定要住旅馆，现在有很多那种公寓，你可以住，然后你有自己的厨房。所以你要到欧洲，尤其是德国有很多那种，你要在网络上找那些一个公寓，因为有卧房、有厨房，真的比较方便，可以让你省非常多的钱。你就去超市买一些菜，买一些肉，而且家里自己煮饭。如果你不想煮饭，那你就买加热的，因为超市里面现在有很多加热的东西，有西方的，也有东方的，都我觉得还不错吃。最便宜的超市是 Lidl 跟奥迪，他们两个是德国的超市。那不是只有德国有，欧洲别的国家也有这些超市，而且他们里面的东西价格很合理，加热的东西也很合理，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买他们哪些东西。除了来欧洲旅行之外，还有人要在这里工作。欧洲很多国家很多不同的习惯，荷兰人、德国人、比利时人，他们上班的习惯都不一样。但是让我最惊讶的事情是什么？
我都一直住在荷兰，然后搬到台湾了，搬到中国。我在那些国家我都工作过了。那我会了欧洲，我到了比利时，第一次到比利时工作，我在写东西、写稿子，嘚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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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嘚。后来我看我的荧幕，啊，怎么会都写错了？我发现了我的键盘上不一样，因为荷兰是用 QWERTY 的那种键盘，跟台湾一样，但是比利时是用 AZERTY 的键盘，而且有一些像问号，哪些位置都不一样，所以你要到欧洲，最后你带自己的键盘，因为德国也不一样。我现在在德国工作，我也发现了这里的键盘又不一样，他们有一个 Quartz 的键盘 ，QWERTZ， 那个 Y 又在别的位置。当然，你带自己的键盘，你要改一下系统的语言，不然的话你还是打错了。最后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你们看过很多去欧洲旅行的 YouTuber， 他们给你们看欧洲很漂亮，哦，你看食物很好吃，看到这个地方很有名，我去吃。但是我跟你们讲，不要跟他们一样，你自己去探索，不要去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，不要去吃大家都在吃的，因为不一定好吃哦。我也去过一些德国米其林的餐厅，我觉得不怎么样，我就去一般的餐厅，更便宜更好吃。像阿姆斯特丹有一家薯条店，荷兰薯条店超级多的，而且都非常的好吃，你就去试一试。你不一定要去那些有名的，大家都要去哦。你看一下，我拍 Instagram， 你看，哈哈哈。不用啊，你做你自己，你就是要去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，肯定也好吃，你就去探索，然后你就会发现更好的、更不错的地方。而且欧洲旅游也很方便，有很多那种车票，然后你可以1个礼拜、1个月，你就可以做到饱。你就去 Google 一下那个价格，那你可以说价格真的很简单。那我们就 Google 一下，为什么还要看你的 video？ 我这是跟你们讲有哪些他们提供，但是价格规定都一直在变，所以最好你们去 Google 一下，你可以看到最新的。因为我可以跟你们讲说啊，现在是这样子，但是可能你看这个 video 已经过了2-3个礼拜，又改变了，谁知道？希望这个 video 对你们有帮助。当然有更多的事情我要跟你们说，但是这样子我1个小时、2个小时还没讲完了。下次我会拍续集给你们看。如果你喜欢，给我一个赞、订阅，然后分享。下次见，拜拜。